大家好，我今天打算做一个木柜，用来放置杂物。我们可以看到墙壁上4个插头的右边有一个空间，我将会在这个空间里做一个木柜。第一步，我们要先获取空间的数据。你可以看到红色标记，就是我们要获取柜子的长、宽、高。接下来我们看看现场环境，下面是木地板，上面是已经做好的一个衣柜。在获取数据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一把卷尺。接下来，我想带出量度尺寸经常犯下的错误。我以柜子的长度来做示范。初学者经常只会量度一条长度，然而空间上轻微的差异是肉眼没办法看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多量度几个点，以确保柜子不会太大，塞不进去正确的空间。假设我量度蓝色线，就是最下方插头与墙壁之间的距离，便会得出 33.5 cm。如果我们以 33.5 cm 做木柜，柜子便会因为过大而不可以恰恰好塞进去这一个空间。柜子的高度和宽度也需要多量度几个距离，确保不会因为错误的尺寸导致柜子无法完美放进去这个空间。这次我要做的柜子长度是32 cm， 高度是 110.5 cm， 深度是48 cm。进行板材切割时，由于我是用木造锯床，因此需要先调校衣板的位置。在香港，衣板称为磅。画面中，我正在固定衣板和锯片的距离，把两者的距离相距于48 cm 的长度。接下来便可以启动锯床进行切割。我会先切割两边的侧板，长度是48 cm。现在画面中显示正在切割长度为32 cm 的背板，你可以看到背板它的厚度是比较薄的。最后是顶部跟底部的木板和柜子里面的间隔层板。顶底木板的切割面积是28 cm 乘以46 cm， 两块间隔层板就是28 cm 乘以45.2 cm。接下来你会看到锯床它的末端会有一点不一样，这是因为我把锯床可移动的木板把它翻转过来，末端凸出来的部分台湾叫做推板，香港叫做烫盘。推板主要应用于裁切短边的木材，而衣板则用来裁切长边的木材。但切记，应用衣板时不可以同时用推板，否则会非常危险。画面中，我会先切割两块柜子的侧板，长度是110 cm。接下来我会切割两块柜子的顶板和底板，长度是48 cm。当你看到我把两块木板堆叠在一起，我并不是要把两块木板同时切割。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我在裁切过程中，两块堆叠的木板容易抓不稳，裁切过程中便有可能发生意外，例如木板的反弹或者标示。我把两片木板堆叠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用铅笔做标记。最后要切割的是木柜里面两片的层板，它们的长度是45.2 cm。
板材本身是有机的木材，表面粗糙而且凹凸不平，容易藏污纳垢，也不防水。因此，利用万能胶在木板的表面贴上塑胶皮，能增加美观和耐用程度，也有防火防水的功能。塑胶板有形形色色的颜色纹理供客户选择，一些塑胶皮表面已经做到有雾纹的手感，即可乱真，不是业内人士也难以分辨。我这次利用一些用剩的白色塑胶皮的脚料去完成这一次连贴塑胶板的工序。要如何测试塑胶皮可以进行粘贴呢？就是用你的手掌触摸木板或塑胶板上的万能胶，如果万能胶没有粘在手上，就代表可以进行粘贴塑胶皮这个动作。接下来你会看到我用小木板推压塑胶皮的表面，目的是让万能胶之间有更完美的贴合效果。画面中你会看到正在调接修边机，拧开左边黑色的固定器，你便可以把修边机的底座上下移动。当调到适合的深度时，便可以把它拧紧上锁。你要把修边刀可以转动的主心刚刚好与木板顶端的高度成同一水平线，主心上的刀片便可以接触到塑胶皮而进行切除。接下来我会利用重洁水把溢出的万能胶清理。
会切割细长的塑胶皮，粘贴在木板边缘的地方。当切割好细长的塑胶皮，接下来的动作就是重复刚刚的步骤，涂上万能胶，然后用修边机进行收边。由于塑胶皮与塑胶皮之间交界会形成锋利的角，因此需要用木刨把它变得平滑。使用木刨时，你会看到我一边刨一边用手指去摸它，看看它是否已经变得平滑，以免刨得太深。在古时候，固定木板需要用上铁锤和铁钉，化作木准。现今科技可以利用气枪把铁钉喷出。接下来我会示范钉枪的使用。画面中看到它有一个保险杆，保险杆必须往后退才可以发射铁钉。当钉枪贴近木板时，它的保险杆就会往后退，然后你再扣动扳机，它就可以发射铁钉。以上有一个失败的示范，就是没有成功把铁钉钉进2块木板中，铁钉喷出外面，因此你需要用铁钳把它拔出，重新再钉一次。
在我左手边的金属圈会内嵌在木板里，右手边的金属圆柱体会旋转进金属圈内。你要配上一个适合大小的钻头，先打一个孔，然后再用木锤把金属圈敲进孔内。